美军高级将领认为，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彻底输了，可能高兴得太早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北约的各国最高将领齐聚布鲁塞尔，要对俄乌冲突1周年进行总结。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第9次会议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表示，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1年之后，不管是在战略上还是在行动和战术上，都彻底失败了。马克·米利还给出了3条理由：第一，乌克兰没有失败，普京认为可以迅速击败乌克兰，但是他错了。乌克兰现在仍然是独立的。第二，北约及其联盟没有破。普京原来想通过俄乌冲突打破北约的地位，但是现在北约从脑死亡状态下变得更加强大。第三，俄罗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马克·米利的上述言论有道理吗？目前的情况是，俄罗斯明明占领了12万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美军却认为俄罗斯败了，这样的结论值得商榷。但是也不能说全无一点道理，毕竟普京当初设定的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俄罗斯军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也是真的。当前俄乌冲突已经变成了一场消耗战，对整个俄罗斯国家的发展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在当今的世界，开疆扩土已经不符合发展潮流，既然采取了军事行动，就得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有利，这是唯一的检验标准。俄乌冲突当下还难以预测结果，那么俄罗斯目前更好的选择又是什么呢？第一，必须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作战样式，不能指望通过1-2场进攻达成战争的目的。消耗战的本质就是以自己比较小的损失让对方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这样的作战样式必须是可持续的。过去俄罗斯军队使用伊朗提供的飞行小摩托，被认为是打消耗战的一个好方式。后来这种无人机销声匿迹了，可能是快消耗完了。还有人认为，以瓦格纳雇佣兵在巴赫穆特所展现的步兵与炮兵配合的进攻样式更适合于俄罗斯军队。当然，利用远程巡航导弹打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摧毁其战争潜力也是一种选择。这些战法和措施虽然比较有效，但还需要找到能让乌克兰失去抵抗信心的新办法。第二，如果一定要打下去，俄罗斯需要尽早展开更大规模的战争动员，为长远的战略目标打下基础。随着乌克兰军队的北约化，再加上西方对乌克兰军队的信任度提升，泽连斯基政府在未来可以获得的军事援助应该会更多。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仅仅进行了1轮战争动员，以现有的兵力达成战争的目的是不现实的。第三，要尽早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作战目标，转而追求底线目标。俄罗斯已经并入了乌克兰的4个州，还有人提出下一步要攻占完整的赫尔松、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其实俄罗斯应该给出一个底线，比如只保住顿巴斯2个共和国和克里米亚，在战略上自己能够进退有度，远比设定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更有用。第四，借机对俄罗斯军队进行改革，要改变俄罗斯领导人认为俄军很强的观点。俄军明明在作战能力的建设上存在着许多的短板，但多年来却一直保留着老大的心态，拒绝引进或加速开发先进的常规武器，比如像察打一体无人机、巡回弹等等。否则，现在的战场局势也不至于变成这样。俄罗斯军队过去是师改旅，现在是旅改师，但是如何解决信息化的问题，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军队，需要有开放的思维，要能对自身的实力做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否则再怎么改都不见得能有好的效果。第五，俄罗斯整个国家的发展需要脱离欧洲转向亚洲，需要下更大的决心。俄乌冲突不管持续多少年，俄罗斯再想融入欧洲已经变得极不现实。但是俄罗斯的经济重心仍然位于欧洲方向，远东可以说是不毛之地。那么俄罗斯如何将整个国家的经济融入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圈，需要做出更大的改变，需要有更大的决心。第六，要改变俄罗斯的外交形象，还要想办法分化欧洲和美国。美国现在是在充分利用俄乌冲突消耗欧洲和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与欧洲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意愿上有共识，但是如何结束这场冲突，俄罗斯应该有更多的外交智慧，想办法拉拢欧洲各国远离美国。当前俄罗斯因为俄乌冲突在外交上变得越来越孤立，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总体而言，虽然美国的最高军事将领米利说俄罗斯已经彻底失败，这个结论值得商榷，因为这场战争现在并没有结束。但是俄罗斯要想在乌克兰战场上取得更好的结果，就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和更多的改变。作为全球最大的核武器国家之一，俄罗斯可以确保自己不被侵略，但是不能保证自己在乌克兰不会失败。这一点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